在电影《复联4》中，奇异博士对着钢铁侠做出的那个手势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想表达只有一次机会吗？如果你这样想，那么就错了。尽管电影已经上映了4年，但这一幕仍未得到完美解答。等看完今天的视频，或许能给所有漫威迷一个满意的答案。提前说一句，以下理论均为个人想法，如有不同，请在评论区留言。首先，先了解手表对于奇异博士来说有什么意义。在奇异博士中，斯特兰奇不仅有一抽屉的手表，同时他还是个唯物论者，认为只有透过物质这种方式才能认知这个世界。因此，他并不将他的病人视为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他的计分板。但是他为了治疗自己的手而倾家荡产后，只剩下了一个手表。不过最后在被抢劫时弄坏了，而这个手表不仅象征了奇异博士的角色曲线，还连接到了复联4。起初，奇异博士是一个看不到其他可能性的外科医生，他认为死亡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就连获得魔法能力之后也是如此。之后，奇异博士被默度问到为什么不肯先对那些背道而驰的魔法师先下手为强时，他坚持会有除了杀戮之外更好的方式。但直到古一死前的一瞬间，他才意识到畏惧死亡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延长问题。时间无论如何都会流逝，死神终有一天会来敲门。然而就是因为死亡，所以才给生命带来意义；就是因为时间无法复返，所以才能看到宇宙的可能性。正是因此，所以他在电影最后带着破碎的手表，提醒自己宇宙终将衰老，身边的人也会一一死去。但是他能够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去保护自己所在乎的人，去赋予这个宇宙以及人生全新的意义。在复联3中，奇异博士起初信誓旦旦说，即使要牺牲托尼，也要不计代价保护时间宝石。但是在1400万次中看到的唯一一次战胜灭霸后，他便真正领会到了，只有死亡才能带来重生，只有经过道尽途穷的绝望，复仇者才能看到拯救这个宇宙的机会。而他也是因此放弃了自己身为医生以及至尊法师的天职，不但自愿交出了时间宝石，还任由全宇宙一半的生命就此消逝。因为他知道这1400万分之一的胜利几率，只能通过这样绝望的苦难才能产生。而令人意外的是，灭霸在这部电影中的理念，其实就是所有复仇者需要学到的事。若是有人记得往日的荣光，就无法接受未来的可能性。的确，在电影一开始，所有人都迷失在过去。虽然美队告诉所有人要放下过去，但是自己却放不下。瓦解因为自己失去了一半的家庭，而将所有重担放在自己肩上。索尔认为阿斯加德的灭亡以及洛基的死，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因此成为了一个沉浸在自怨自怜中的肥宅。但只有托尼真正实行灭霸的话，组建家庭，接受这个尘埃中诞生的世界。在出任务前，他对美队说，我必须保护我所找到的事物，指的就是他的妻子小辣椒和女儿摩根。对当时的托尼来说，这个家庭比宇宙的毁灭更加重要。但是在最后的大战中，当所有复仇者都被灭霸打趴后，奇异博士对着托尼做出了一个1的手势，这个1指的就是1400万分之一的机会，只有透过死亡才能够重生，因此必须牺牲的就是托尼。他的确会因此永远的离开妻子小辣椒和女儿摩根，但也是因此才能确保他们的存活以及所有人的存活。托尼的确不计代价保护了他所找到的人、事和物，而这个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虽然任何时候死掉都不是好时机，但是就如奇异博士的这个1手势告诉托尼，至少在这有限的生命以及时间中，赋予其他生命全新的意义。